陆总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那个老头今天又来了。讲重点。那老头让老夫人给他拿钱花，一开口就是好几万。他还说让他儿子到你公司去当副总呢。哼！又是你，保姆，我有没有交代过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不要让一些不三不四的外人进我们陆家的门？陆总，是老夫人。子豪，建民不是外人，今天是我特意请他过来的。周建民，52岁，住在老城区的布梯房，没什么固定收入，我说的对吧？子豪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卡里有100万，足够你和你那个没出息的儿子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我只有一个条件，离开我妈。子豪，这钱我不要，我跟你妈在一起，图的从来就不是钱呐。你不图钱，难道你图感情吗？你已经52了，不是25。你今天站在这儿跟我妈谈感情，好啊，你告诉我，你有什么谈？我是没钱，可我对你妈是真心的。真心能当饭吃吗？如果你不图钱，你会这么对我妈千依百顺吗？子豪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建民和我在一起，从来没有要过我1分钱。妈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你难道真的要为了自己的一时冲动，让他和他的儿子来分我们陆家的家产吗？子豪，你别太过分，在你眼里除了钱，你还有我这个妈吗？我过分？我给你请最好的保姆，家里面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哪一样不是最好的？儿子做到这一步，你还觉得我不够好吗？妈不要钱，妈只想找一个知冷知热、能够陪着妈的人。妈，你现在什么都有，当然觉得钱不重要。但如果有一天你一无所有了，他还会死心塌地的对你吗？只要你答应我和你妈在一起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的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周建民，你儿子周阳在腾飞贸易做财务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他立刻丢掉工作？你混账！你凭什么这么做？别让孩子为难。我走。洋洋不能没有工作，我这个做父亲的帮不了他，可也不能拖他的后腿呀。周建民，不许再来找我妈，否则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妈，我现在就要出差，大概1周回来。这几天你哪儿也别去，好好在家待着。小吴会照顾你。陆总，您放心，我一定照顾好老夫人。妈，你迟早会明白，儿子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这么大的别墅，让这个老东西一个人住，真是浪费了。春梅，怎么样？成了，陆子豪那大傻子刚走，出差整整1周呢。1周？你确定？
哎，我亲耳听到的还能有假？你是没看见刚才那场面，陆子豪把那姓周的老头臭骂了一顿，哎呦，跟撵狗似的赶出去了。咱们的机会来了！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，我现在就进去会会那个老太婆。不行，你又怎么了？你去买身衣服。那老太太喜欢斯文人，我们得投其所好。我打牌都输光了，哪还有钱？你给我。爸，你给我留点儿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就凭老子的魅力，不出3天肯定将这个女人一举拿下。到时候还缺你这点钱，别在这给你爹我抠抠搜搜的。老夫人，我去开门。爸，你来啦，快进屋。春梅，这位是？老夫人，这是我爸。我看您啊心情不好，一个人待着也闷。哎，正好我爸可以在这儿陪您聊聊天，说说话。不用，我不想见外人。你什么意思？老夫人，您别误会，我是看您这吃不下也睡不着的，我心里着急啊，才特意把我爸叫过来的。我说了，不需要。老夫人，您和我爸年纪相仿，肯定能聊到一块去的。这我妈她走得早，我爸这些年啊，一个人也挺孤单的。够了，春梅，你越界了，我的事情轮不到你来操心。你个老太婆，别给脸不要脸！这是我家，现在立刻让你爸出去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老子还不稀罕待在这儿呢。爸，你别走啊！我不走，还在这看那个老太婆的脸色。爸，你小声点，别被人听见了。听见又怎么样？我这辈子没这么低三下四过，他以为他是谁？行了，别发脾气了。我们现在得朝前看。既然那老太婆她不吃软的，那咱们就来硬的。我自有办法让她乖乖就范。你又有什么主意？这法子好啊，够狠！我等你消息。老夫人，您趁热喝，这牛奶对身体好。您喝完再多睡会儿。哎，老夫人，您再多喝2口。这老太婆还挺能扛，你这药都下了2天了，还没动静，该不会是被毒死了吧？放心，毒不死，那药啊，顶多让他浑身没力气。行，等他熬不住了，自然会来找我们。哎，丫头，这别墅住的就是舒服，比我住的那破地方强100倍。
那还不是你女儿我有本事？等你娶了这老太婆，我们真正享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好，好，好，还是我闺女有本事。来，咱俩喝一杯。春梅，春梅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慌什么？哟，是老夫人啊，你怎么下来了？身体不好，就在床上就躺着呗。春梅，送我去医院，我身体有点不对劲。去医院？老夫人，我只是个保姆，又不是你的私人护士，更不是你的司机，这事儿我可帮不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你这身体啊，去医院没用，治标不治本。你需要的不是一个医生，而是一个知冷知热的男人，在你身边好好照顾你。对呀，老太婆，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，多孤单，身边没个男人怎么行啊？要不我委屈委屈，和你搭伙过日子算了。春梅，我平时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我对你还不够好啊？你儿子都不管你了，你那老相好也被骂跑了。是我天天不辞辛苦伺候着你，你别不知好歹。唉，老夫人啊，别怪我不给你机会，我跟我爸都商量好了，你要是想去医院呢，也行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和我爸领证结婚。什么？你别激动，你身体这么差，我不嫌弃你，你就该烧高香了。等咱们俩领了证儿，你就是我老婆，我保证把你伺候的舒舒服服的。你们都给我滚！老太婆，你就别瞎折腾了。你难道感觉不到你现在全身上下的骨头都是软的？还想让我们滚？你做梦！你们对我做了什么啊？为什么我会没点力气？是牛奶的问题。哟，还不傻吗？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，我要报警！报警？你试试啊，看是你报的快，还是我爸的拳头快？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答应你，求求你放过我。想让我放过你，简单，今天就跟老子去领证儿。不可能，除非我死。老太婆，你就别犟了，跟我爸结婚有什么不好啊？你儿子不是每个月给你10万块钱吗？你全都给我爸，保证我爸把你伺候的舒舒服服的，多划算啊！你做梦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爸，带他回房间。他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什么时候再放他出来。你放开我！别老子老老实实待着，不想清楚就别想出去。没想到这老东西骨头还挺硬。爸，别生气，来喝一杯。
你别说，这有钱人的酒就是不一样，好喝。爸，我有个想法。啥想法？你说我们这大别墅住着，喝着这几千块的红酒，这日子是舒服，可是光咱俩知道有啥用啊？你啥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得让之前那些瞧不起我们的人都好好开开眼。你是说……你忘了之前那些亲戚是怎么对我们的？他们说我们父女俩是烂泥扶不上墙，还说我们这辈子都是穷命呢。我可忘不了那帮狗眼看人低的东西。那不就得了？现在机会来了，我们把他们都请过来，让他们好好看看到底谁才是烂泥。可这房子到底是那老太婆的，我们把亲戚请来，她闹出动静咋整？哎呀，那老太婆现在就是个病猫，讲话都费劲，翻不出什么浪花来。现在这别墅的新主人是我们。行，我听你的。那我现在就挨个通知他们。这次我要让大家都知道，这大别墅这里的一切都是我吴德才的。搞定。爸，这果然是人靠衣装马靠鞍啊！有钱人的打扮就是不一样，上档次。那可不，你爸我当初结婚的时候都没这么帅啊！今天我倒要看看谁还敢瞧不起我。大姑、二伯、小婷，你们可算是来了。来，大家快进屋坐。哎呦喂，德才呀，你现在住这么大的别墅，这也太气派了吧！哎，这算什么小意思，也就是个住的地方，谈不上气派。德才，你说这话可太谦虚了。我这辈子要是能住上这样的房子，做梦都能笑醒啊！春梅姐，你不是在城里给人当保姆吗？你这身衣服怕不是租来撑场面的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可是今时不同往日了，少瞧不起人。哎，大家别客气啊，就当是自己家里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喜欢什么就拿什么。还是我们春梅有本事啊！我们大家都跟着沾光。这可是大牌，这一个得好几万呢。喜欢，送你啦！真的吗，春梅姐？这都是我平时买菜的包，不算什么。正好我也看上新款啦。春梅姐，刚刚是我误会你了，说话有点不好听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没事儿，你没见过世面，姐不跟你计较。这位是？忘了跟大家介绍啊，这位秀兰阿姨啊，就是我爸的结婚对象。你们别看秀兰阿姨打扮低调，她可是陆氏集团董事长的母亲，我以后啊，可就是董事长的妹妹啦。陆氏集团？哎呀，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人物啊！德才这下可真是一步登天了。难怪德才和春梅现在住这么好的房子，原来是傍上富婆了。既然出来了，
就给我好好配合，让我这群穷亲戚们都看看我爸现在过的是什么好日子。你要是不配合，哼，你就别想再见到你儿子。我有的是办法，让你死于一场意外。秀兰，你过来。春梅呀，你爸和秀兰妹子是怎么认识的呀？这感情的事儿我也说不好。那秀兰阿姨啊，一眼就看中了我爸，还说什么非他不嫁呢。秀兰这个人低调，不爱张扬。要不是我，平时她都待在房间里，不跟外人多说话的。所以说，我爸他魅力大嘛。你看看，还说害羞了。德才，你和秀兰妹子一结婚，那陆氏集团岂不就是你说了算？那必须的必。妈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是。你听听，秀兰都这么说了，你们就放心吧。以后有什么事儿，尽管开口。那就好，那我们这城里也算是有靠山了。小叔，我老公刚好在家闲着没事干，您看方不方便在陆氏集团给他安排个肥差？没问题。谢谢小叔。哎呀，都是一家人，什么谢不谢的，举手之劳而已啊。妈，你看你啊，这客人来了都不知道准备点吃的，快去厨房切点果盘。磨磨蹭蹭干什么呢？快去呀！德才呀，你可真是找了一个好老伴儿啊！那是我吴德才看上的女人，能差吗？来来来，大家快过来吃，千万别客气啊！完了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！你不是说他儿子1个星期后才回来吗？陆子豪没有这么快回来，爸，你别慌，我去看看，见机行事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找秀兰，你让我见见她。不行，陆总特意交代过了，绝对不能让你见老夫人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求求你，就让我见一眼，就一眼。你少废话，赶紧滚，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。秀兰，秀兰，你出来见见我。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你心里清楚。否则，我有100种方法让你这个老相好有来无回。老夫人说了，她不想见你。你让她亲口告诉我，我立马就走。哎，秀兰，秀兰，我打你电话一直没人接，我担心你出什么事儿了。我没事儿，你走吧，我不想见到你。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秀兰，你德海对我很好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，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。秀兰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是不是在骗我？周建民，我们都一大把年纪了，何必搞得这么难看？过去我只是一时糊涂，
现在我想明白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老周啊，你也别怪秀兰，感情这种事儿强求不来的。秀兰跟我在一起，那是她的选择，你呢，还是识趣点儿，该放手时就放手，别再死缠烂打了。对呀，你就别惦记了。我爸和秀兰阿姨那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你看看你，再看看我爸，你拿什么跟他比啊？秀兰，你真的想好了？是。怎么着？看到老情人就情复燃了？刚才要不是我拦着，你是不是就跟着他走了？是。那个糟老头子哪一点比我好？他哪儿都比你好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他哪儿都比你好。他真诚、善良、有情有义，而你呢？贪婪、无耻、不择手段，你配和他比吗？你配吗？陆总，本来计划1周的工作，你2、3天起早贪黑的忙完了，这么着急的回去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妈那边最近怎么样？老夫人那边一切安好，保姆每天都按时汇报，说老夫人按时吃饭，按时休息，就是不怎么爱讲话。我最近总是心神不宁，总是怕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。那咱们现在是去公司还是回家？回家。你给我起来，少在这装死！这都是你逼我的。爸，你在干什么呢？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把他打死了！还有多久到？3分钟。没死，就是昏过去了。没死就行，要不然可就麻烦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给他点教训也好，等他醒了再讹他几天。我就不信了，他还能不服软？只要在这陆子豪回来之前，你和他把结婚证领了，这到时候不管那陆子豪有再大的本事，也得认你这个后爸。这钱、这别墅，还有陆家的财产，就都有我们的一份了。好好好，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都听你的。完了，陆子豪他提前回来了。怎么办？他要是回来看到老太婆这个样子，非得把我们撕了不可。好吧，我们赶紧跑。跑？往哪儿跑啊？这陆子豪什么势力，你难道不清楚啊？再说了，我们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，只要这老太婆松口了，咱们这事儿就成了。要是现在跑了，那不就全都白费了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把门锁上，我们先下去稳住陆子豪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
这门锁的密码怎么换了？之前的密码，那姓周的老头也知道。我是害怕他又骚扰老夫人，就擅自做主把密码给改了。他们是谁？自从上次老夫人跟您不欢而散之后，他就总是郁郁寡欢。我害怕他一个人想不开，这才把老家的亲戚都接过来陪他解解闷儿。我妈呢？老夫人她身体不舒服，在房间里休息呢。不舒服？怎么了？秀兰她可能是这2天没睡好，头有点晕。你叫我妈什么？老夫人。你又是谁？这是我爸，他是来看我的，正好老夫人不舒服，我爸就帮忙照顾了一下。陆总，你去哪儿？让开！我的意思是说，老夫人最近睡眠不太好，她这会刚睡着，你要不还是等她醒了再进去啊？我再说一遍，让开！陆总，你不能进去。怎么？我要见我妈，还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吗？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我不是故意拦您的，我着实是为了您和老夫人着想啊。老夫人最近一直在吃安眠药，她吃了药之后睡得就特别沉，外面的动静她也听不见。那您要是就这样进去，突然她就惊醒了，我怕她心脏受不了啊。谁允许你给她吃安眠药的？是老夫人她哭着求我去跟她买的，她要是不吃药，那是整宿都睡不着，我实在是于心不忍啊。我想着，等她状态稳定了，再慢慢把药戒掉。春梅说的都是真的，老夫人她身体确实不太好，我和春梅一直都在照顾她。陆总，您别不相信我们，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害老夫人呢？老夫人一直对我很好，这我都记在心里呢。我是真心实意想要好好照顾她的。好，你把门打开，我就看一眼我妈，不会吵醒她。不行，您要是这样进去，万一老夫人有个3长2短，我担不起这责任啊。他儿子在这儿，需要你担什么责？让开！陆总，我求您了，您就再等1个小时，就1个小时。只要老夫人醒了，我第一个就通知您，到时候你想怎么跟她谈都行。什么情况？门怎么锁着？老夫人睡觉喜欢清静，不喜欢被打扰，估计是自己把门反锁了。钥匙呢？钥匙不在我这儿，是老夫人她自己收着的。我真的打不开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对，钥匙在老夫人手里，我们也没有。要不陆总您先坐会儿，我给您泡杯茶。怎么了这是？怎么好好的吵起来了？你就是秀兰妹子的儿子吧？还是长得一表人才的。我是春梅的大姑，你就跟着春梅叫我大姑吧。孩子，大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这春梅她爸好歹也是你妈看上的人，这马上就要成为一家人了。你这个当儿子的还是要顾全大局，别搞得大家都下不了台。你说什么？我妈看上他了？对呀，春梅亲口说的，说秀兰妹子看上他爸了，还非他爸不嫁，我们大家都听见了啊。对，我们都能作证。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陆总，我知道你很难相信，但这确实是真的呀。老夫人和我爸情投意合，还希望你能成全他们。
再说了，这感情的事，那谁说得清楚啊？老夫人她就是觉得我爸他人好实诚，不会骗他。他还说跟我爸在一起，他心里踏实。哎，心里踏实。对，老夫人是这样说的。他还说您工作忙，一年到头也难得陪他几天。这么大房子，他一个人住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是啊，陆总，秀兰她跟我说过很多次，她怕你不答应，所以就一直没敢告诉你。她本来想等你出差回来，好找个机会慢慢跟你聊的。我问你了吗？把钥匙给我，我亲自去问我妈。陆总，不是我不开门，老夫人自从上次跟您吵架之后，她就特别怕见您。哦，那医生还说老夫人最近不能受刺激的。妈，我是子豪，我在门外，你要是听见的话，就应我一声。妈，我错了，前2天我话说的太重了，你把门打开，我们面对面的说，好不好？我再问最后一遍，钥匙在哪儿？我真的没有。妈，我妈呢？人呢？啊，陆总，我刚才是怕您担心，没敢跟您说实话。老夫人说她心里闷得慌，想出去透透气，就去散步了。你让她一个人出去散步？我也不想让她一个人去啊，我说陪她，她没答应。陆总，我只是个保姆，老夫人什么脾气您是知道的，她决定的事儿我哪敢拦啊。她出去多久了？大概半个多小时吧，应该快回来了。她去的哪个方向？这我也不太清楚啊，老夫人没让我跟着，我就进屋干活了，没敢去看。什么声音？没有什么声音，陆总，肯定是你听错了。打开。陆总，这是我的房间，我一个单身女人的房间，您就这么进去，不合适吧？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把门打开。陆总，是真的不方便。你想想，我虽然只是个保姆，可我也是个没出嫁的花花闺女。房间要是被一个大男人看了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我以后该怎么嫁人啊？陆总，春梅说的对，女孩子的房间，您这样闯进去确实不合适。要不您在旁边坐会儿，我让春梅进去收拾收拾，再请您进去。妈！爸，你把这老太婆搬到我房间去，再把门锁住。妈，你醒醒，醒醒啊！我是子豪。子豪，妈，没事了，儿子回来了。我妈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是老夫人她自己摔的，对，就是她自己摔的。自己摔的？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
这脸上的巴掌印儿五指分明，自己摔的。好啊，你摔一个我看看。我再问一遍，这脸上的伤是谁打的？是他，是我爸打的。陆总，不关我的事儿，我都劝过他要别动手，他就是不听啊！你个死丫头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没有胡说，就是他打的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感情的事不能勉强，你偏不听，这都怪你。怪我？要不是你出了这个馊主意，我能在这儿？下药是你下的，锁门也是你让我锁的，现在出了这个事儿，你居然把纸盆子全扣在我头上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孝女？要不是你一巴掌把他打晕了，这事情会到这种地步吗？你就该去坐牢！老子要是去坐牢，你也别想好过，要死一起死！下药，拘禁。妈，对不起，是儿子来迟了。陆总，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下药拘禁，刻意伤害，蓄意谋杀，报警！这2个人，一个也别放过！是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堂堂陆氏集团的老夫人，她怎么可能看得上德才？哎呦，真是造例呀！这太不像话了，简直丧心病狂！我们还是先溜吧。陆总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你不能报警，你要是报警了，我后半辈子可就完了。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给你机会，给我妈下药的时候，把我妈关到这个房间里的时候，谁给过她机会？陆总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要不是我提前赶回来，我妈连命都快没了。你们谁给过她机会？有什么话就等警察来了跟他们说吧。陆子豪，你少在这装模作样！你以为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啊？你妈今天落了这样的下场，你难道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周建明那老头是你赶走的吧？就因为我说他别有用心，图你家的钱，你就轻而易举的信了？哼，陆子豪，你哪是信我？你分明就是自私自利。嘴上说着为了你妈好，其实心里巴不得她一个人守着这栋大房子，这样就没有人能分你陆家的财产了。一个图钱的人能这么多年一分钱都没拿过你妈的，一个图钱的人能100万甩在脸上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在你眼里，我们这些人都是冲着你的钱来的吧？你妈妈的感情在你这儿根本就一文不值。你闭嘴！我凭什么住嘴啊？我是贪财想过好日子，我是想让全世界都高看我吴春梅一眼。我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这些我都认。可你呢？你一年到头就回来几天啊？你除了给钱，还给过你妈什么？真正伤害她的人，忽视她的人是你。你凭什么有资格在这里装大孝子啊？你不觉得好笑吗？妈，医生说您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只要按时吃药，定期复查，好好休养就行。
妈，我错了。直到现在，我才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。我以前觉得，只要给您足够多的钱，给您请最好的保姆，买最好的东西，这就是孝顺。可是我从来没有问过您，您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儿子，妈没怪你。我以为钱可以买到一切，物质可以填补所有的空缺，可是我从来没有设身处地的为您想过。这么多年，您一个人，心里该有多空啊！是我太自私了，所以才会选择一直视而不见，假装您过得很幸福。孩子，过去的事情咱不提了。秀兰，建民，你怎么来了？都是我不好，我当时要是不走，坚持留下来，你就不会受这么多苦了。妈，是我叫周叔来的，以后啊，不仅有我陪着您，还有周叔一起陪着您。志豪，你放心，我周建明没什么大本事，但对你妈，我是真心的，绝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。我妈就交给你了，只要你对我妈好，我就认你这个后爸。但如果你敢，你也不会对我妈不好。谢谢你。谢谢的人应该是我。以后啊，咱们一家人就好好过日子，只要我妈开心，我呀就开心。